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去现场浇筑一些水泥 concrete project。大家看到这个条凳呢，是我刚刚 finish 的。它的主体部分实际上就是这个水泥墩子，这个大概有30英寸长，1尺那么高。这个水泥呢，实际上是非常实用的家居 DIY 的一个材料，因为呢，首先呢，它非常坚固很耐用，然后呢，它又很重。例如这样一个条凳呢，如果你装一个木头的腿儿或者是钢的腿儿呢，放在这儿，它总是容易动。而这种现场浇筑的混凝土呢，像这个水泥墩子，大概有2个立方英尺那么多的混凝土，混凝土是非常非常重的。这个大概用了7袋，每一袋有30公斤，再加上水的重量，那么这个墩子就超过了200公斤。因为它很重呢，所以说呢，它就会非常的稳定，它不会动。另外呢，你可以采用这种悬浮的设计，你这个腿儿呢不一定要装在两边，可以装在中间，因为那个呢非常非常的重，所以即使你坐在这个最边上呢，这个条凳也不会有任何的位移。所以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还是我呢差不多70公斤，所以没有任何问题，纹丝不动。这个呢是我前几年做的一个台阶，这种台阶呢用了差不多10袋 concrete，那么重量呢也是肯定超过300公斤了。这种设计呢是 floating 的设计，其实跟这个原理有点类似吧，因为看上去好像这个是没有坐在地上，但实际上呢，它中间呢是有一个 footing，所以呢这样看上去比较灵动。另外的边缘可以装灯，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满意。另外呢还有很多的 project， 比如说窗台这种老式的 brick 的窗台，那么经年累月如果是没有这种屋檐保护的话呢，它非常容易风化掉。这种 solution 呢有2种，一般呢如果你 call contractor 来呢，他一般会带一些就是预先 cast 好的这种水泥板材啊或者窗台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呢他可能会要切割一下，然后打点胶放上去。那么如果你掌握了这种最基本的这种现场浇筑水泥的这个技巧的话呢，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模子，放在这儿，然后把水泥浇筑进去。这种做法呢是非常非常坚固和耐用的。我2楼的一个窗台，我2年前就采用这种做法，效果非常好。5年前我还用这种 concrete 呢做了一个餐桌。这个餐桌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结实。这个餐桌呢，由于我不是现场浇筑的，我是在车库里面浇筑好，然后拿到里面去安装的，所以呢，我把它分成了2个 piece。因为如果是1个 piece 的话呢，那么重量就会非常非常的重。这个餐桌呢有2寸厚，差不多有4尺宽，然后有8尺长，其实是很大的，然后非常重。用到的水泥呢，差不多也是10袋以上。所以呢，有300多公斤，所以我把它分成2个 piece， 即使这样呢，搬起来还是非常非常重的。像大家看到这个小花盆呢，实际上是一个 project 剩下来一点 concrete， 那么就把它浇筑成这样一个小花盆，实际非常简单，用2个尺寸不一样的桶套在一块儿，然后把中间塞进这个 concrete， 然后凝固以后就变成这个效果了。好，这个水泥的 project 呢，其实相对呢也挺容易操作的。你就是去买一袋一袋的水泥拿过来，然后兑上水，然后做一个模具放进去浇筑就可以了。24小时以后它就会凝固，然后你拆掉模子，基本上这个水泥就成型了。只不过呢，你购买的时候呢，比较 confusing， 因为那个 store 里面呢有很多种水泥的产品，不要买错了。那么基本上呢有3种，一种呢叫 cement 的呢是纯水泥，是水泥粉。其实这种 cement 是不能单独使用的，它一定要配合沙子或者是石子儿，因为它只是作为一种粘合剂，它并没有任何 support 的功能。
那么还有一种叫 mortar 呢是砌砖用的，它呢也不能作为这种 support 或者 structure 的一个作用，它的作用呢是把这些一块块砖呢连接起来。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水泥粉和沙子。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我们平时说的水泥，实际上是指的 concrete。这种 concrete 呢，它呢是分3部分，一种呢是水泥粉，然后是沙子，然后还有呢小碎石、小石子儿。这个小石子儿呢，实际上是占最多的，它是主要的这个成分。这个 concrete 呢是非常坚固的，非常耐用的。所以呢，基本上呢，如果你单独的去 cast 一个东西，或者说这个东西需要它承一点重量，那么是需要用 concrete 的。水泥的这种 project 呢，它就比较适合这种永久性的项目。比如说这个条凳呢，我不打算动了，它就一直会在这儿。第一步我要做的就是要为这个水泥墩子做一个 mold， 也就是模子。那么我采用2x4的木料来作为框架，然后用这种拆下来的用旧了的 fence 板作为这个模板，这可以说是废物利用吧。另外呢，这种做法呢，我是受到了一些公共建筑的启发。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园最近就有这样一个建筑，仔细看上去呢，它这个混凝土的预制板呢不是光滑的，而是那种木板的板材，上面还有一些木纹。我觉得挺自然的。于是呢，我就照葫芦画瓢，希望做出类似的效果。其实这个也是家居装修经常用到的一个办法。当你缺乏一些 idea 的时候呢，你不妨可以去参考一下附近的公共建筑的一些元素。因为公共建筑呢，不仅在预算上，还是在用料上都是顶级的。好，这个模子就做好了，我把它放到位，然后呢，用水平仪测水平，必须得确保呢这个四面都非常的水平，因为最终的墩子跟这个模子的边是平的。如果这个模子没有放水平的话呢，那么最后的墩子出来就会是歪斜的。在这个模子的内部呢，我刷了一些机油，你可以用任何的油，甚至食用油都可以。这个呢是为了防止这个模子 stick 在这个水泥上面，很难拆除。好，现在我就开始和水泥了。一次性的不用放太多的水，因为水泥呢不要和得太稀。大家可以看到，我还拿过来几块旧的水泥废料，我想把它呢放在这个底部，因为这个墩子呢，实际上它只不过是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它不用承受很大的张力和拉力，所以呢，用这些旧的废料填在下面，实际上还是挺好的。一方面减少了这个垃圾的丢弃，另一方面呢，也减少了水泥的用量和这种人工，一举两得。在填水泥的时候呢，确保这个边缘要用这个小铲子给它多一下，防止出现空洞层。我又放了2块这种水泥的废料放在上面，然后再添加新的水泥。现在基本上满了，我会用这种铲子把它压实。水泥呢要放的比较满，这样呢你的墩子才能跟这个 mold 的边缘齐平。现在我用一块2x4的木料把这个水泥擀平。
有的时候这些水泥会被赶出来，也不要紧，把它清理掉就可以了。下面我会拿一个橡皮锤来敲打一下这个模子的外面，这样做呢是为了让里面残存的空气呢尽量的跑出来，不然的话它会有很多气泡残留在里面。这一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尤其如果你做这种比较精细的project， 例如说水泥的台面或者 countertop 或者桌子，那么就需要长时间的这种敲打的时间越长越好。有一些 contractor 甚至有一种震动的桌子，需要震动长达6个小时以上，这样的确保里面的空气都被震出来。大家注意到这个混凝土呢需要非常的满，如果有不满的话呢，那么你就很难做到水平了。好，这个是最后基本上完工的效果。现在我继续拿这个橡皮锤去敲打这个模子的表面。这个呢是我2年前做的这个台阶儿，可能当时敲打的不够充分，所以侧面呢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气泡的。不过呢也并不影响使用。好，现在呢我用一块塑料布把它盖起来，这样做呢是为了降低它的这个蒸发的速度。新浇筑的水泥呢，如果它蒸发的速度过快，干得过快的话呢，它是非常容易开裂的。好，过了1天，这个 mold 就可以拆除了。拆除之前呢，稍微检查一下，确保呢它已经比较硬了。这个水泥呢，实际上你刚刚浇筑呢，它还没有达到它最强的状态，相对还是比较 weak 的，所以呢，尽量不要去拿很硬的东西去打到它。涂了油呢，这些 mold 很容易去下来，表面还算光滑，虽然有一些气泡，但是并不影响使用。这个水泥墩子我浇筑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并没有放任何的钢筋，因为呢它只不过作为一个支撑物，它并不承受任何的张力和拉力。水泥的台阶呢，我就使用了一些钢筋，因为它有一些悬空的一些台阶，所以呢还是可能会承受到一些张力。用这种 grinder 把这个水泥墩子的一角呢给它磨得圆润一点。现在我用这种混凝土专用的 sealer 刷一下这个墩子的表面，让它更加的防水、防霜冻，可以减少它风化的这个几率。另外呢，这种用 sealant 处理过以后的这个水泥呢，它会呈现出一个比较湿润的状态，我感觉是比较美观的，它颜色会深一点，不会像有一些水泥浇筑完以后呢，会露出那种惨白的颜色。这个 sealant 刚刷完呢会有点白，但是等到它干了以后呢，你就完全看不出来了。现在呢，这个金属件我已经给它装好了。这个最后一步呢，我就是把这个2根6×6的大立柱，把它装到这个金属件上面。好，这个是最后完工的效果。在侧面呢，我还装了一个专门用来拴狗的一个 anchor， 这个木板的纹路还是能清晰可见的，基本上达到了我之前预想的效果。如果您对这个条凳感兴趣，可以继续关注我的视频。我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再出一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处理
这2根6×6的立柱的。好，这一期的小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启发和帮助。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或者还没有订阅，请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 miss 很多 DIY 的 project。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